大家好，自从去年的粉丝造反事件以来，赵丽颖、王一博似乎是怕了粉丝了，越走越远了。然而呢，通过王一博连串的电影圈的发力，也通过赵丽颖不断的去接触电影资源，在这个随时随地都有政治吹风的娱乐圈当中，我们不难看出，通过这种异常高频的资源置换、影视腾挪的双向的流动，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话语权，开始慢慢的牢牢的流向了那些演技加分、眼神过电的好戏剧人的手里了。即便这个年代是拥抱6块腹肌的阳刚的年代，然而呢，懂得政治语言、善用政治语言的英雄儿女，依旧能够继续的笑傲新的江湖的。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对比易烊千玺，两个王炸姐弟，算是各自携带了一座可以移动的崎岖的宝藏了。而这座可以用2个字去完完全全概括的宝藏，其实是异常扎实的，并不玄乎。甚至正源自于这2个人被人反反复复诟病的出身梗和学历梗。因此呢，这座宝藏偏偏是那些精修书本、研习套路、功底扎实的学历大咖们，或者说名校学霸们严重或缺的。自然也包括那个双料学霸易烊千玺了。不过说到这，那些整天都在嘲笑赵丽颖、王一博学历低、口才弱、情商低，甚至整天还带着鄙视滤镜去看人的那些评论狂人，肯定也完完全全读不懂，也完完全全猜不到赵丽颖、王一博的宝藏到底藏在哪儿呢？因为赵丽颖最新的一段心声，居然没有人，而且是完完全全没有一个人能够读得懂、读得出来赵氏语录背后的意思所在。几乎整个网络之间专聊赵丽颖的那些娱乐大号们，都只是简简单单的转述了一把原话而已，跟着呢就不痛不痒的说了一些废话，就算是交稿了，就算是完事儿了。这就让赵丽颖说这话的本意完完全全的被无视了，被忽略了。于是乎，整天有人说赵丽颖不善言谈，问题恰恰就在于，这些人甚至连赵丽颖本尊讲了什么都完完全全读不出来，那么还有什么资格去评判人家不善言谈呢？就好像谁是凶手当中，赵丽颖人还没有出场呢，这些人就指着高露和肖战怒批赵丽颖的不是和演技了。这种完全指鹿为马的魔幻的场景，完全是一模一样的。之前新闻我已经算是深扒深聊过了与凤行的大粉风波，于是乎有人就翻出了赵丽颖之前接受的一则采访出来，试图去注解和平息这场滑稽的闹事风波。首先，这则采访真的是很走心、很及时，也很有内容。赵丽颖更是表达得相当的用心，相当的清晰。更重要的是，她平心静气的解释，敞亮通透的心声，显得现在这个赵丽颖表达能力已经是完完全全超越了5年前的那次星空演讲了。赵丽颖与时俱进的真本事、真功夫、真口才，真的是依旧是杠杠的、能打的、能扛的，没有被岁月所埋没，甚至更加的散发出了光芒出来了。因为他的高情商，甚至他的一些哲思，都在他的这段语言当中闪烁出光芒出来了。那么这一回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说，
近期也想找回古装剧的感觉，着眼点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古装剧可以不复仇也不复杂，但需要有一些想法和情感观念的不同。有些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有更多的光明和责任的表达。这段话作为背景的交代和铺垫，本身很好去理解。也就是说，赵丽颖打算杀个回马枪了，打算重新收拾古装的旧山河了。这和新闻我之前老是反反复复提醒大家伙的铁口预言完完全全是贴合的，毫无违和感的。然而呢，这种相当直白的挑明，更直接加入了赵丽颖杠杠的语言的正能量在里面，那就是他所说的更多的光明和责任的表达。也就是说，赵丽颖这次重拾古装剧，不会再继续兜售复仇和复杂的这些老套的概念，不会再继续沿用古偶剧那些装机必备的拉筋拉粉赚眼泪的老玩法、老思路了，而是要好好的利用这一次的机会，传递出一些让大家伙眼前一亮的东西出来。而且说白了，就是新东西、新能量、新责任。说到这儿，您彻底理解了赵丽颖的原装本意了吧？那么你又说说看，赵丽颖的这席肺腑之言，整个网络空间有哪些真正读得懂她的大粉大号，真正的帮她解释过了呢？可以说，在赵丽颖费尽口舌绞尽脑汁解释了与凤行的前因后果之后，整个世界依旧没有一个人表示出自己的理解出来。您说这情况是不是超级悲哀的那一种呢？这种悲哀其实王一博也没少体会过。所以呢，酷盖之所以酷，刀嘴之所以刀，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来的。因为王炸姐弟有时候说了也是白说，不是被人故意的去歪解了，就是说了之后也没有人会懂的。于是乎，王炸姐弟只能够继续酷下去了，只能够默默的收起刀了。其实赵丽颖的话说到这儿，其实还没有说完呢。在此，新我不得不深深的共情并且同情一把这两位清流著称的王炸姐弟了。中国的娱乐圈做粉丝基本上都是零门槛的，吃瓜皮同样也是无需用脑的。因此呢，铁粉和黑粉其实也是没有界限的。只要我说我喜欢赵丽颖、王一博，我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天然粉了。至于我了不了解、看不看剧，其实都无关紧要的。我甚至可以凭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口吻，直接给这两个人的剧集直接打出1分的差评出来，然后呢，再拽出一些学历梗、演技梗等等的口水梗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就得了。这种玩法虽然说很烂，却也是整个中国娱乐圈屡见不鲜、俯首皆是、喜大普奔的每日常态来。说实话，赵丽颖这次意外发生就很有针对性、时效性和代表性。所谓针对性明晃，就是给广大热爱她的粉丝们听的。结果呢？然而呢？其中的要点没人读懂，也真的算是他再次的浪费了自己的表情了。
这情形一点都不意外。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不才总结出了3点，这次赵丽颖不为人知的心声硬核出来，跟您分享，希望您能多多指教和指正。第一，这么一次的发生，摆明了就是要找回自己的主场，玩转更多的自信出来。因为坐不住的大粉们抗拒与凤晴的论据就是不喜欢明明已经不再年轻的赵丽颖继续走老路演古偶。这次如果勉强自己的话，对观众对粉丝是不公平的。这个论据聪明的赵丽颖已经是解释的够清楚的了，也就是刚刚新闻我独家解读的新东西、新能量、新责任。第二，这次发生属于超级隐晦，也超级坚定的。他说，每一次我都会期待下一个角色，他一定都有存在的理由，也一定会有让我跟他一起走完一段旅程的理由。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得心应手的角色。请注意，把赵丽颖的心声换掉其中的一个字的话，他的态度就更加的突出了，更加的明显了。而且在视角永恒与别不同的新闻我看来，这一个字的表达更能深刻的指代出他的那种坚定出来，那就是一个自由的自字。他的真正的心声其实就是每一次我都会期待下一个角色，他一定都有存在的自由，也一定会有让我跟他一起走完一段旅程的自由。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得心应手的角色。这种自由说白了就是这个角色赋予的，也是赵丽颖不断去挑战自己的动力所在来的。有趣的是，在这么一段话当中，身经百战的赵丽颖明明在畅聊自己专精擅长的古偶剧这个主场，为什么这个赵丽颖突然之间会说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得心应手的角色呢？这其实就是第3个要点所在了，也就是赵丽颖一生最爱的挑战与突破了。要知道，一个熟悉的角色让人很容易去唤醒套路的记忆，进入到模式化的操作当中。而赵丽颖这话明晃晃的是在说给他自己听的，同时也是在说给懂他的人说的。他杀回古偶可不是在寻找舒适圈，而是在迎接新挑战。这就是他的真性情和真态度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给他第2次机会去再次出演楚乔的话，去再次出演周翡的话，他一定会自动自觉地开启一个无法得心应手的挑战模式出来的。他会去重新诠释这个角色的，会重新进入到另外一个视角当中的。这就像新闻我常说的永恒与别不同的视角一模一样。只有不断的切换自己的视角，才能够日日打造出一个百变的新我出来。这就是新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来的，这同样也是赵丽颖对她自己的要求来的。很明显，纵览整个的娱乐圈，那些喜欢玩笔杆子的，喜欢耍嘴皮子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读得懂他的内心所在。到了今天，赵丽颖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居然环顾整个的国内国外的娱乐大号、铁杆大
大粉们，居然都没有人说得出个所以然出来。试问，压根儿就读不懂、读不出来赵丽颖内心世界的人，为什么老有资格越俎代庖，去帮助这个赵丽颖去做人生的决定呢？这是哪儿来的底气和信心呢？说到这儿，听到这儿，您也就该明白了。王炸姐姐赵丽颖到现在为止，依旧还是那个说话敞亮、思路清晰、有理想、有情商的赵小刀来的。只是懂的人真的不多，有时候甚至没有，包括那些他身边的人。他所说的话本身就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想法，甚至充满了宝藏。然而呢，一直都在围绕着赵丽颖打转的那些大号大粉们，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能够透彻的解释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又说了些什么。这就像新我常说的，赵丽颖常常明晃晃的送给了大家伙一只生脆清甜的大瓜，结果呢，99.99%的人都只能是吃到了瓜皮之后就完事儿了。明明是还不知其所以然呢，就已经是放弃了上好的瓜瓤了。说到这儿，这也同样是希望我倍感可惜的那两座分属王炸姐弟的奇趣宝藏所在了。如果说素颜的冲击力是易烊千玺提早开跑、提早上岸的不二法门来的，那么素颜的冲击力就是赵丽颖离婚之后演技大开，已经验证过的宝藏之一了。那么赵丽颖的第二座宝藏，也就是赵丽颖王一博有别于学历滤镜的最后的宝藏，到底又是什么呢？这一份的宝藏，其实在王一博的《风起洛阳》当中小有展示，虽然收效不是特别的明显，依旧需要时间上的打磨和更多的淬炼。王一博的整体的表现在这部剧当中算得上是不过不失的，不仅贴脸也贴角色。只是呢，王一博的原声稍有瑕疵，这就证明了一点，那就是一个人如果想要走得更远的话，就必须要跟更优秀的演员过电飙戏的，而不是去挣快钱，而不是去接烂剧。态度上端正，好演员就可期的。因此呢，《风起洛阳》里面的王一博的原声就是这么一回宝藏的二次开发了。这个宝藏的名字就是两个字来的，也就是真实这两个字。如果您留意的话，王一博无论说话还是演戏，其实都是真实流畅、自然流露，不尬不夸的，从来就不会有用力过猛的感觉。这种真实的力量不同于学院派的真实。学院派的那一种真实，其实都是有板有眼、有根有据、存在上限的那一种真实。而王一博、赵丽颖的真实的宝藏，十足十算是接足了地气了，甚至于深藏于地下了，很多其实都未曾发觉的。很多的内敛，很多的真实都没有爆发出来。这种的真实不是那种为了表演而去表演的痕迹，这种真实有时候就像是白开水的存在感。
众所周知，白开水是无需要形容词的，因为白开水既真实自然，很解渴，也刚需重要，离不开。这么一种的真实，就像王大姐弟平时做人做事的那种风格一模一样，完完全全是浓墨重彩的做，轻描淡写的说。剩下的就是围观的那些人懂不懂的问题了。那么说到这儿，同样难得拥有真实宝藏的王大姐弟，如何在未来的日子当中顶峰相见，携手明天呢？其实说下来的话，居然还是离不开2个字的答案。那么从易烊千玺和他的2022年的高分电影当中，也就是那一部《奇迹笨小孩》当中，您能够自我参悟得出来云匪重逢的2字密码吗？说到这儿，时间有限，明天再见。希望我会继续的与您深扒下去的。